在资本的世界里，真正的风口从来不是新闻告诉你的，而是资金同时出手的那一刻。当巴菲特悄悄换底仓，木头姐重新压赛道，佩洛西提前卡立法窗口，3种完全不同的力量，同时瞄准同一片战场，这不是巧合，这是新一轮资本战争的前奏。全球资金正在重新排兵布阵，而你若还盯着短线涨跌，就等于在战场上没拿到武器。今天我们不讲故事，只讲真相。我会告诉你资本真正的共振信号正在指向哪3条主线，因为下一轮财富转移就藏在他们的交集之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Leo 美股频道。资金就是战场，风口就是战役。当全球最稳健的巨鳄、最激进的赌徒、最敏锐的政策玩家同时瞄准同一个方向，那往往意味着下一轮财富重分配已经开局。所以别再只盯着单一股票，真正的机会往往早已被他们提前锁定。接下来我们就来拆解3位全球投资风向标的最新动作。首先就是巴菲特，这位过去10年年均收益达到 20% 的全球最稳健的巨鳄。大家都知道巴菲特从不追热点，但他总能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提前埋伏结构性转折。最新动作，他清仓了持股17年的比亚迪和这个让他赚了38倍收益的神股，正式告别。很多人以为这是看空新能源，其实不然。真正的原因是比亚迪的估值已经处在高位，而巴菲特一贯不喜欢长期持有高估值高波动的资产，苹果这类现金流除外。再叠加地缘风险与出口壁垒，比亚迪在他的投资组合里已经成了异类资产，于是清仓就顺理成章了。与此同时，他却在疯狂加仓日本5大商社，三菱、伊藤忠、丸红、三井物产、住友商事。这些可不是普通的贸易公司，他们是全球资源、能源、大宗商品与供应链调度的底层控制节点。目前伯克希尔的持股比例已经被他一路推高至接近 10% 的监管红线。你要问他在赌什么？答案只有2个关键词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能源底盘的确定性红利。除此之外，像雪佛龙、苹果、可口可乐这些现金流稳健的现金锚，他依然死守不动。所以巴菲特压的不是哪只股票短期大涨，而是全球产业底层秩序的再平衡。过去10年，资本追逐的是消费互联网与新能源制造红利，但巴菲特看到的是另一条线。当产业链开始去单一依赖化，真正拥有资源、航运、矿产、能源议价权的是这些跨国商社型巨头，他们赚的不是市场情绪的钱，而是全球乱局中的确定性收益。其次就是木头姐这位最激进的赌徒，今年6月份的一单 Circle 直接净赚1亿美元。木头姐永远的颠覆式创新代言人，她的主战场依然是 AI 应用、AI 医疗、加密货币、太空与国防。最新动作，他仍把特斯拉作为第1大持仓，占比超 9%。但在他眼里，特斯拉不是车企，而是 AI 终端加数据采集平台。同时他加码 AMD、Amazon， 这意味着他在押注算力、云服务与数据底层平台。他减持的部分 Tempus AI 并非看空医疗 AI， 而是觉得短期估值过热，腾出资金去压更大容量的赛道。英伟达他没卖，反而增加了云基础设施与数据安全持仓。所以木头姐并非撤退，而是在换挡短期调仓，只是资金效率的再优化，但它的核心主线没变，仍旧是科技成长与长期创新红利。最后就是佩洛西这位全球最敏锐的政策玩家，光2025年就凭 Tempus AI 一只股投资增长了 213%。他的投资逻辑8个字就能概括：立法、预算、订单、利润。他最近是重仓买入英伟达、博通、微软、亚马逊的深度实质看涨期权，这不是投机，而是提前卡位政策订单周期。此外，他新进了 Palo Alto Networks 网络安全与 Vistra 清洁能源加储能的2家公司，这2条赛道正是近期政策红利的风口。更巧的是，他也参与了 Tempus AI 的期权操作，说明他同样在埋伏医疗 AI 的立法利好。佩洛西不是在赌市场情绪，而是在压政策窗口期。他比别人早一步把立法红利提前兑现成资本收益。所以巴菲特代表稳健底盘，压全球资源链；木头姐代表科技成长，压算力与应用；佩洛西代表政策驱动，压立法红利赛道。而我认为，当这3股资本力量开始出现方向重叠，比如同时指向算力基础设施或能源底盘，那就不再是偶然，而是趋势信号。下一步我们会拆解这股共振背后的逻辑，用一张风口雷达图带你看清短期、中期、长期3层赛道，谁才是这场全球资本大战里的终极胜者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一个沉浸股市50年的价值派老手，一个天天炒期权的政坛家族，还有一个敢在科技暴跌时疯狂抄底的女基金经理，这3种看似南辕北辙的投资者，竟然在同时压住同一批产业主线，你会怎么看？接下来我们就来拆解这场资本的共振风口。第一，共振赛道 AI 算力数据中心加半导体，这是目前3方最强共识的方向。佩洛西在期权中重仓英伟达、AMD、博通，精准卡位政策，红利木头姐继续加码 AMD 与特斯拉的车载 AI。而巴菲特虽然卖出了台积电，却通过日本商社与富士康制造链间接压住全球制造与算力基础设施。
这条主线已经很清晰，从芯片到 HBM 内存，再到服务器数据中心，云算力，最后是液冷技术，这是 AI 时代最底层、最不可替代的基建逻辑。谁掌握了算力，就等于掌握了数字世界的电力系统。所以这个赛道是一个强共识赛道，短期波动不重要，长期趋势已经锁死。第二公认赛道是自动驾驶电动车以及工业智能。表面上看，三人的操作风格差异巨大，但核心方向其实指向同一个未来。巴菲特清仓比亚迪，并非看空新能源，而是阶段估值偏高。木头姐依然把特斯拉自动驾驶机器人放在核心。佩洛西虽然没直接买车企，但通过 Amazon、Microsoft 间接吃到了智能物流加车载 AI 这块红利。这意味着车载 AI、自动驾驶、电池管理系统、自动物流正在融合成一条新的工业智能链。所以这条赛道是资本的前瞻信号。未来3到5年，自动驾驶和工业智能会深度绑定，真正实现算法驱动的产业升级。第三功能赛道是政策型科技，这里的主角毫无疑问是佩洛西，但巴菲特和木头姐也都在侧翼布局。木头姐虽然减持了 Tempus AI， 但方向依旧锁定医疗 AI。佩洛西则直接加码 Tempus AI 期权，同时重仓 Palo Alto Networks 网络安全和 Vistra 清洁能源加储能。而巴菲特继续持有雪佛龙，其实也是在压能源转型的长期红利。从他们的仓位趋势可以明显看出3大政策支撑方向。首先是医疗科技加精准医疗押注政策，红利加资本加持；其次是清洁能源加储能，这里存在政策、订单、现金流3重共振的利好。最后是国防信息化加太空科技，这是政策推动下的一个高成长赛道。那么刚才我们聊的就是未来3到5年最典型的政策驱动型科技板块，既有增长又有安全，还叠加政策确定性。现在为了大家更直观的理解，我们把3股力量的交集赛道拆成3个梯队。首先强共识的第一梯队，3大股神都在压住的 AI 芯片、云算力、基础设施、数据中心、液冷技术、服务器、供应链、自动驾驶、车载 AI。其次就是政策加创新共振的第二梯队，瞄准了医疗科技与精准医疗、绿色能源与储能、国防信息化与太空科技。最后就是高弹性潜力的第3梯队，首选的就是 AI 软件平台，比如说 Palantir、UiPath、Snowflake， 然后就是机器人与自动化制造、太空互联网与卫星通信，以及新材料与芯片模块化供应链。所以当价值派、科技派、政策派这3股力量同时在同一条赛道上重叠下注，那它就不再是一个故事，而是一个趋势共振点。所以接下来关键的问题来了，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，到底该先盯哪一条主线？ AI 算力、自动驾驶还是政策型科技？在下一部分我会帮你进一步收敛趋势，挑出未来几年最具穿透力的主线，并结合时间窗口带你推演资本下一步的流向。看趋势的人很多，但能踩准周期的人永远是少数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多数人只看到了风口，却没弄清哪一条主线会最先起飞，哪一条中途爆发，哪一条必须死守到底。更关键的是，当巴菲特在换底仓，佩洛西在压政策窗口，木头姐在调仓试错，你若还在追热点、赌题材、盯涨跌，那其实没进场就已经落后2年。所以今天我不讲情绪，不讲故事，只做3件事：排主线、定节奏、拆时间窗。因为谁能先上车，谁能撑住波动，谁能吃到趋势红利，答案就在这里。主线1 AI 算力底盘，这是我认为的第一优先级主线。核心资产是英伟达、AMD、博通、微软、甲骨文。逻辑非常清晰，全球 AI 的训练与推理需求正在爆发式增长，将带动整个数据中心与算力链全面释放。无论是 HBM 高带宽内存、液冷服务器，还是云基础设施，它们共同构成了 AI 时代的底层基建。我认为短期的机会在算力链的周边，例如服务器、液冷、存储等环节；中长期的核心依然在芯片与云平台。从时间窗口角度来说，2025到2027是加速期，2028至2030进入稳健扩张阶段。主线2 AI 终端化加自动驾驶以及工业智能，这条主线本质是 AI 从云端大脑走向现实世界的过程。核心资产是特斯拉的车载 AI、Mobileye、Luminar 工业机器人。我认为特斯拉不只是车，更是一个超级数据终端加 AI 平台。它采集的数据正在成为 AI 进化的燃料，同时自动驾驶落地、智能物流、工业机器人协作，将共同形成下一代智能制造生态。所以龙头股把特斯拉的股价波动会剧烈一点，但龙2、龙3，比如经营工业机器人、车载传感器、供应链控制系统的公司，反而是性价比更高的成长区。时间窗口是2025年至2028年，这是技术真正落地、商业模式验证的阶段。主线3是政策推动型科技，这个赛道的关键词就是立法、预算、订单。核心资产是 Tempus AI 医疗 AI 公司、Palo Alto、CrowdStrike 主攻网络安全的公司，以及 Vistra Inface 清洁能源加储能的公司。逻辑同样很明朗，政策驱动资金流入，而且3股资本力量
价值派、科技派、政策派都在这里有重叠，所以短期可能轮动频繁，但中长期的趋势确定性极强。时间窗口是2025到2030年，贯穿整个政策周期。主线4是资本轮换和估值节奏，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资金节奏。巴菲特卖掉比亚迪是阶段性轮动，木头姐减持 Tempest AI 是热点降温，佩洛西用期权布局则是在抢占政策窗口。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短期观察这种交叉仓位，可以发现资金及时流向中期，跟随趋势型赛道压住。长期是坚定压住3股力量共振的交集点，同时要提醒大家别追短期龙头涨跌，要挖掘共振赛道里的龙二机会。综上我们刚才聊的这一部分内容的核心有3个重点，第一个是主线排序 ，AI 算力底盘优于 AI 终端化，优于政策型，科技优于资本轮动机会。第二个是时间窗口分清短期、中期、长期节奏，不同主线节奏不同。第三个是交叉策略，盯住3股资本交集，锁定趋势共振点。总结一句话，知道趋势不难，踩准节奏才是关键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最后一部分，我会把这些趋势真正落到普通投资者的实操策略，告诉你该怎么选股、怎么配置，以及怎样在这场资本共振里抓住属于你的节奏红利。那前面的内容我们已经把资本力量、赛道共振、趋势排序都拆得很清楚。接下来我要讲的只有一件事，怎么让这些趋势真正落地，变成普通投资者能用的操作策略。策略1，看交际仓位，不看段子新闻。现在的市场最容易犯的错就是被新闻情绪牵着走，但真正聪明的钱看的是仓位重叠。你去看最近几个季度，价值派的巴菲特系、科技派的木头姐系、政策派的佩洛西系都在集中布局的方向几乎一模一样。英伟达、AMD、微软、甲骨文、博通、特斯拉、亚马逊、Palantir、Oracle、ServiceNow， 还有网络安全、云基础设施的组合，这些不是热点，而是确定性赛道的交叉点。当3股资本在同一个方向下注，胜率早已高于情绪交易，所以别被段子带节奏，真正要盯的是资金的共识区域。策略2，从卖出动作看风向，很多人只研究谁在买，但我告诉你，真正的风向在卖出动作里。巴菲特卖掉比亚迪是在提醒你，估值阶段性过热，资金要回流。木头姐减持 Tempest AI 意味着热点轮动，流向更大容量的赛道。佩洛西期权建仓，那是在提前卡政策窗口。资本的卖出其实是新一轮风口的起点，能看懂这些节奏，就能比市场提前半步埋伏。策略3，不追龙头，压龙二龙头股。当然强，比如英伟达、特斯拉，但龙头有2个问题：波动大，拥挤交易。普通投资者要赚稳健的钱，最好的办法压龙二。来看一下潜力梯队：芯片周边，美光、MU 西部数据、WDC、希捷科技、STX 自动驾驶、Mobileye、Luminar 云计算、Snowflake、Databricks 网络安全、CrowdStrike。Zscaler 龙二股有空间、有弹性，也更容易吃到中期红利。当价值派、科技派、政策派3股力量在同一条赛道下注，你根本不用预测风口，你只需要抄作业提前埋伏。所以关键问题只有一个，你是要等行情起来才后悔，还是在风来之前先站在正确的方向上？如果你想更进一步了解这3位大佬的押注，我下一期会专门拆解建仓节奏、ETF 对应关系，以及适合普通投资者的实战配置框架。现在我们来做个总结，趋势主线首选 AI 算力，底盘其次是 AI 终端化，然后是政策型科技，最后是资本轮动交叉信号方面。当3股力量共振，就是我们的风口雷达操作逻辑上要盯紧交集仓位解读，卖出信号压龙二。机会实操落地上要用 ETF 核心标的以及时间窗口搭建你自己的节奏。记住，趋势看懂只是开始，能踩准节奏才是胜负手。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今天的硬核分析对你有所帮助，可以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不错过下一次的机会提醒。我是 Leo， 感谢你看到这里，万字拆解，只为帮你看清市场里的真信号。拜。